如果你在做俯臥撐的时候總覺得手腕刺痛，或者每次慢慢放低身體時，肩膀裡有那種不舒服的摩擦感，你並不孤單。大多數50歲以上的男性做傳統俯臥撐時都會感到力不從心，不是因為他們虛弱，而是因為他們的關節就是不聽使喚了。即使沒有疼痛，他們也天天重複同樣的動作，卻納悶為什麼胸肌不再有反應。這就是讓一切發生改變的關鍵。有一組練習圍繞一種特定技巧，一種能夠減少關節壓力的戰略性停頓動作展開。通過比標準俯臥撐更有效的方法，激活深層肌肉，打造更強勁的胸部力量。相同的肌肉，毫不妥協，更多實用方法。這是大多數男士經常忽視的一個鍛鍊動作，真是遺憾，因為它可能是50歲以上男性最明智的胸肌鍛鍊方法。斜面彈力俯臥撐利用抬高的支撐面來減輕手腕和肩膀的負擔。斜面爆發性俯臥撐減輕手腕和肩膀負擔，並訓練推力。這個詞爆發力比你想象的更重要。研究表明，訓練快縮肌纖維是隨着年齡增長保持身體功能性力量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這不是耐力訓練，也不是緩慢而重複的練習，而是速度與力量。大多數人沒注意到這一點。傾斜角度不僅僅是讓鍛鍊變得更容易，這樣做是為了改變施力的角度，讓你的胸肌承擔主要力量輸出，而不是三頭肌或前束三角肌。大多數做平板俯臥撐的男性無意中將胸部鍛鍊變成了肩部鍛鍊。傾斜角度有效解決了這個問題，並且爆發力訓練成功喚醒了那些多年未被激活的肌肉纖維。正確做法是找到一個介於膝蓋和臀部高度之間的支撐面，一張長凳、一把結實的椅子，甚至一個台面也可以。將雙手置於略寬於肩寬的位置，手指朝前，控制胸部緩慢下降至接觸表面，約下降2秒鐘，然後用爆發力推起，用足夠的力量讓你的雙手短暫離開地面，輕輕着地，用彎曲的肘部吸收衝擊，然後接着繼續動作。關鍵在於動作的轉換，你不僅僅是在向上推，你正在訓練胸部快速發力。這就是外表強壯和真正強壯的區別。第一周建議做3組，每組5個規範動作。下落時保持完全控制，上升時全力以赴。不要一味追求數字，要追求質量。第2周每組增加1次重複次數。到了第4周，你應該達到3組10次，使用靠近臀部高度的支撐面。隨着你的力量增強，逐步降低支撐平台的高度，這就是你長期逐步接近地面的過程。按照你自己的方式進行，不傷害關節。這項練習不僅是在增強胸部力量，而且在重建大腦與發力肌肉之間的神經肌肉連接。如果你不主動去挑戰，這種連接在50歲以後就會生鏽。一旦那個連接重新建立，你訓練中的其他一切都會變得更加精準。說到爆發力，接下來的練習將在此基礎上變得更加有針對性和有效。你很可能沒有做過的最被低估的胸部鍛鍊就是俯臥撐撐體。諷刺的是，看起來像什麼都沒做。你把身體放低到一半，然後停住，沒有動作，只有張力。但正是這種靜止使它如此強大。等長訓練在負重下保持姿勢，已被證明使肌肉激活度提高多達20%，優於僅進行動態重複動作。對於50歲以上男性，意味着在關節負擔小的情況下獲得更多力量。這不是權衡，這是升級。大多數人沒意識到的是，俯臥撐的終點是胸部承受最大張力的時刻。大多數人一路上都輕鬆地過去了，他們如此專注於完成重複動作，以至於跳過了真正肌肉增長發生的部分。這個停留動作讓你保持在那個肌肉緊張區，你的胸肌完全受力，沒有任何放鬆的餘地。堅持5秒的動作比20個馬虎的動作效果更佳。擺出標準俯臥撐姿勢，雙手略寬於肩，身體保持從頭到腳跟的直線，將身體降低至肘部彎曲90度。這就是你的目標位置。保持姿勢，不要讓臀部下塌，不要讓頭部下垂，也不要屏住呼吸。在保持動作時，緩慢而有意識的呼吸，你會感受到整個胸肌深深的燃燒感。不應該是在你的肩膀，也不應該是在你的下背部。如果感覺疼痛或不適，請將手的位置稍微調寬一點，然後再試一次。第1周，每次動作保持3秒鐘，每組4次，做3組。第2周，每次保持5秒。
到了第3周，你要堅持8秒鐘。第4周的目標是完成4組10秒的乾淨利落靜止保持。如果覺得容易了，可以稍微抬高雙腳，僅僅幾英寸，情況就完全改變了。初學者可以從膝蓋着地開始練習，保持動作的機制相同，胸肌的激活依然顯著。持續的張力不僅僅是增強肌肉那麼簡單，它教會你的神經系統在壓力下保持穩定反應。這項技能直接影響你身體在日常生活中應對壓力的能力。提着雜貨，推開一扇沉重的門，穩住自己，以防摔倒。真正的力量展現在關鍵的真實時刻，而接下來的練習會將這種張力帶入更深層次，一直下降到地板。地板臥推是臥推動作的一種变体，动作在地板上完成，去除一切讓你受傷的，留下所有管用的部分。你平躺在地板上，將負重垂直推起，上臂觸地時停止動作。就是這樣簡單，但別小看它的簡單。地面限制了你動作到底部的活動範圍，這意味着沒有肩部擠壓，沒有手腕拉傷，也沒有腰部不適的拱起。對於50歲以上有舊傷或慢性關節不適的男性，這不僅是簡單調整，這是一種更聰明的鍛鍊方式。這就是大多數人忽視的地方。去除壓肌底部脆弱部分，有助於保護胸部的強壯區域。你實際上是在鎖定你胸部最強壯且最安全的鍛鍊範圍，你並沒有失去什麼。你在去除引發問題的部分，同時加倍重視增強力量的部分。那不是妥協，而是策略。仰臥，膝蓋彎曲，雙腳平放在地面上，雙手各持一只啞鈴或一只壺鈴，置於胸部正上方，雙臂完全伸展，慢慢地降低身體，直到雙肘同時接觸地面。保持1秒鐘，然後有控制地向上推。在底部的停頓非常關鍵，它消除了慣性，迫使你的胸肌從零開始實現完全靜止狀態的激活。不彈跳，不走捷徑，這只是純粹的肌肉激活。第1周開始時，選擇一個重量，能夠完成3組8次重複，每次在底部保持2秒的乾淨暫停。第2周，暫停時間增加半秒鐘，現在你需要保持1.5秒再按下。到了第3周，逐步完成3組10次。第4周，增加重量5%，並將次數調整為8次。初學者可以先完全不加重量，僅做手臂動作，專注於感受胸部發力，然後再增加負重。地板臥推动作為何對長期健康尤為重要？這不僅是關節保護，更是它帶來的靜止起立，從完全靜止狀態發力的能力。那種功能性的力量不僅僅在健身房裡出現，每當你的身體在現實生活中需要推動、支撐或抵抗外力時，這種力量都会發揮作用。如果你想進一步提升胸部激活，達到大多數訓練計劃都未曾觸及的水平，你已經完成了3個動作，有效刺激了你的胸肌纖維，現在是時候把它完成了。胸部擠壓是最後一擊，旨在充分激活每一根已經被彈跳俯臥撐嚴重破壞的肌肉纖維，保持和地面推舉，逼迫它們倾盡所有。無負重，無需器械，無關節壓力，僅用雙掌相互緊壓。這是一種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做到的最劇烈的胸肌收縮之一。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是，內側胸肌幾乎無法單獨訓練。使用標準的俯臥撐或推壓動作，角度無法有效刺激那個部位。胸部擠壓正好針對那個區域，純粹的肌肉與大腦連接的鍛鍊，將上一組練習殘留的力量完全擠出。雙掌用力相壓於胸前，肘部抬至與肩平齊。現在用力擠壓，不是輕輕按壓，而是用盡全力收縮，像是在雙手之間壓碎某物。慢慢將雙手向外移動，同時持續保持那種壓力，然後把它們拉回去。你应该感覺到整個胸部，尤其是胸部中央有一种深層的灼熱感。逐周延長保持時間，4周內逐步取得進展，前10秒，再15秒，接着20秒。到第4周，每組保持最大收縮30秒，共3組。就這樣。只是逐步延長肌肉受力時間，正是疲勞肌纖維重建更強所必須的。你現在有4個練習，它們協同作用，構成一個完整的訓練體系：爆發力、持續的肌肉張力、死點力量，以及最後的極限爆發，毫無保留地展現出來。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你打算一遍又一遍地做那些一直傷害你關節的俯臥撐嗎？或者你準備好更聰明的訓練了嗎？今天從這些練習中選一個，加入到你接下來的鍛鍊中，這就是你唯一的任務。如果這段視頻讓你在50歲後重新認識訓練，快點擊訂閱並開啟通知吧，因為接下來的內容將顛覆你對這個年齡段增肌方法的所有認知。